小树蛙和狐狸猫正在整理学校的资源回收，看着眼前好多待整理的物品，两人觉得很头痛。狐狸猫不知道怎么分类，小树蛙要狐狸猫别着急，因为许多的回收物资都属于聚合物，所以在开始分类前，先认识什么是聚合物，会更容易分类哦。狐狸猫不知道什么是聚合物，小树蛙请狐狸猫先看看手上的保鲜膜，并问狐狸猫它的原料是什么。狐狸猫看了一下保鲜膜的原料，上面写着聚乙烯。小树蛙接着想考考狐狸猫，是否记得乙烯的结构是什么样子。狐狸猫记得之前有学到烃类可以根据碳和碳原子间形成不同的键数，例如单键、双键及三键，分别命名为烷类、烯类、缺类，所以乙烯的结构长这样。小树蛙回答没错，当乙烯在适当压力和温度下，无数个小分子会连接成巨大分子，成为聚乙烯，也就是保鲜膜的原料。这种材料是由数千到数万个原子所组成，通常1至2种纯物质的分子，在特定条件下，分散的分子会连续结合成巨大的分子结构，此类物质就称为聚合物。聚合物还可以依照不同特性进行分类，首先可以依照来源分成天然聚合物和合成聚合物。小树蛙接着问，那你还记不记得生物有教过动物可以透过摄食、消化、吸收等方式提供细胞产生能量？狐狸猫回答，记得。动物需要食物中的养分进入到身体转换成能量，以维持生命。具有能量的养分主要有蛋白质、糖类及脂质，其中蛋白质及糖类皆是属于天然聚合物，脂质则为分子，以上均可由生物代谢合成。狐狸猫接着提问，蛋白质就是平常吃到的各种豆、蛋、鱼、肉、奶，对吗？没错，而其实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身体组织的重要成分。我们身上的肌肉、皮肤、毛发、指甲等，主要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。狐狸猫听完突然想起，刚刚提到的糖类中包含了淀粉、甘糖和纤维素，不过只有草食动物具有特定酵素，才能将纤维素消化吸收。小树蛙接着问狐狸猫，那淀粉进入到人体后可以分解成什么？狐狸猫回答，淀粉经由摄食到人体的过程中，可以被酵素分解成麦芽糖、葡萄糖等成分。不过讲了这么多关于天然聚合物的东西，狐狸猫还是不知道如何分类。小树蛙知道狐狸猫急着想整理回收物，不过还是要让狐狸猫先来脑力激荡一下。狐狸猫根据回收后可不可以重新利用来做分类，所以将保特瓶、纸张、塑胶袋、积木玩具、保鲜膜分成一类，再将废轮胎、电路板和插头分成一类。小树蛙觉得狐狸猫的想法很棒，其实生活中可回收的物资多数是可融化、重新塑形的合成聚合物。小树蛙接着补充说明，刚刚看到的物品中，除了纸张之外，其余都是合成聚合物。而依照狐狸猫的分类结果，合成聚合物还可以依照分子连结方式的不同，分成链状聚合物和网状性聚合物。而链状聚合物是小分子连结大分子成为链状，又称为热塑性聚合物，经过加热后通常会融化或软化。根据链状聚合物的特性，以保鲜膜为例，若温度过热，保鲜膜会容易变软和变形，进而释放出有毒物质。如果温度过冷，保鲜膜容易变硬，并缺乏柔软性。而以链状聚合物研发出来的保鲜膜，也会因为不同厂牌研发，
拥有不同的耐热冷温度。狐狸猫接着又问，所以链状聚合物就是因为具有可塑性，所以容易回收利用制成新产品，对吗？小树蛙回答，没错，像是保特瓶经过分类回收之后再加以处理，就可以再生成毛毯、帽子、衣服等物品咯。不过如果是废轮胎、电路板、插头这些经过加热后会保持固定形状的物品，就是网状性聚合物。这种聚合物是小分子以网状的方式连结成大分子，所以高温加热时不易软化变形，又称为热固性聚合物。小树蛙提醒狐狸猫，所以我们要把需回收的物品好好的分类，才不会造成地球的困扰，并请狐狸猫想一想，除了好好分类回收再利用外，还有哪些做法可以使垃圾减量呢？其实解决垃圾问题的根本是减量，也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浪费。如果大家能落实绿色消费习惯，就能减少许多垃圾。小树蛙接着问狐狸猫，知不知道绿色消费中的5R 准则？狐狸猫回答，当然知道。5R 准则分别是 Refuse 拒绝， Reduce 减量， Reuse 再利用， Recycle 回收，以及 Regenerate 再生。小树蛙接着问狐狸猫，那我们要如何在生活中落实这些准则？狐狸猫举例说明，快过年的时候，他会想买一些伴手礼送给朋友，但伴手礼有很多选择，在购买前要先思考5R 中的 Refuse 拒绝，尽量拒绝购买过度包装的产品，或使用不符合环保原则的产品。同时也要记得5R 中的 Reduce 减量，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。狐狸猫接着补充，出门购物前，他还会记得带环保袋。虽然卖场可以购买塑胶袋，但是如果大家可以落实5R 中的 Reuse 重复使用、重复利用容器、袋子等，就能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。小树蛙觉得狐狸猫很棒，真的有为地球尽一份心力。狐狸猫接着说，当然 Recycle 回收和 Regenerate 再生也是很重要的。只要可以回收再利用能重复使用的资源，并再生这些资源，就能大幅减量垃圾。所以赶快一起进行分类吧。狐狸猫将今天学习到的知识做了以下重点整理。聚合物依获得来源分成天然聚合物和合成聚合物。天然聚合物是生物体经代谢而合成的，合成聚合物则经由人工合成制得。依照分子连结方式，合成聚合物分成热塑性聚合物和热固性聚合物。热塑性聚合物经加热会软化，但冷却会硬化，因此特性，所以能回收重新使用。热固性聚合物经加热后不会软化变形，所以无法重新使用。也希望大家多多落实绿色消费的5R 原则。Reduce 减量，减少丢弃之垃圾量。Reuse 重复使用，重复使用容器或产品。Refuse 拒绝，拒用无环保观念产品。Recycle 回收，回收产品。Regenerate 再生，物品再生使用。最后，其实生活中有许多塑胶制品，可以观察到包装上会有回收标志。现今世界通用的塑胶材质回收辨识码将塑胶分为7大类，请荧幕前的你找找看身边的塑胶物品的标志，并对应看看吧。